从对立成婚到并肩而立，刘宇宁成宋祖儿合作为何能炸裂收视？如果把当下的古装爱情剧市场比作一条被踩得失去弹性的老绳子，那它大概已经绷不起来了。观众真正疲了，疲于千篇一律的套路，疲于滤镜堆砌出的虚假质感，疲于主角们永远一眼误会，一脚踩进俗套，3句台词就能预判后续走向的重复故事。所有人都说古偶不行了，但就在这种审美低气压还未散去时，刘宇宁与宋祖儿合作的这部作品却像是给死水投进了一颗重石。没有预热式的狂轰乱炸，没有凭空制造的造势热度，更不是靠夸张营销撑起的虚假关注度。它是凭着一集一集口碑往上爬，硬生生冲到了全台收视第一。很多人第一次点开只是抱着看看有多离谱的心态，但看完3集却都安静了。原来观众不是不想追，是没人敢拿出真正能看的东西。当剧情去掉原著里过于玄幻又难以落地的双时空设定，当人物的行为逻辑回归像一个正常人会做的选择，当情感线的开合不是靠强推，而是靠2个人在权力角力与命运压力下自然长出，观众终于重新感受到那种被故事抓住的力量。这一切告诉我们，观众不是挑剔，而是配得上好作品。原著中的穿越加重生框架吸引眼球，但要改编成影视作品，却是一条充满风险的线。稍微拿捏不到位，就会让故事失去现实触感，看起来像写给小孩的童话。于是，团队做了一个当初颇具争议的决定，删掉奇幻线，完全回归现实逻辑。很多人担忧会失去卖点，可播出后却发现，删减奇幻不是减少吸引力，而是让人物真正长大。小乔不再依赖预知未来的外挂，他的每一次判断都是从对局势的理解、生存本能、家族责任乃至女性特有的敏感洞察里生长出来的。而魏少的性格也从偏执走向更复杂的人性结构。他的狠是被时代逼出的，他的冷是责任重压下的伪装，他的柔是只在深夜，只在小桥前，只在那些破碎缝隙里泄露的一点点温度。删繁并不是简陋化，而是一次让剧情更聚焦，人物更可信，情绪更能被观众抓住的精准修剪。先婚后爱不是新鲜桥段，但这部作品特别在于，他没有把爱情包装成甜宠糖果，而是把它放在巨石之下，让爱情必须在压力里长出来。乔家与魏家是世仇，2人联姻本质上是一场不得不的政治交易。双方第一次对视不是心动，而是彼此试探、警惕，甚至带着一丝你可能是威胁的戒备感。越是这样的起点，越让后续的靠近显得牢固。每一步情绪推进都不是轻飘飘的，而是像在刀锋上前行。一点退让，一点理解，都伴随着痛感。这不是甜，是真实；不是套路，是代入。观众上头的不是爱情，而是爱情背后的拉扯、博弈与成长。小乔的魅力不靠大女主光环，而是靠一种真实存在的重量。她不会无脑善良，也不会无底线牺牲。她有女性的细腻，也有看透局势的冷静。她不靠命运第2次机会，她靠的是自己的判断与行动。宋祖儿的表演不像演，更像生活在角色里。她的眼神有分寸，她的退让有原因，她的坚持有底线。这种人物自驱力的存在，让小乔成为整部剧的灵魂。魏少不是典型的完美男主，他的锋芒不是为了帅，而是为了活。他的狠不是为了强，而是为了守住该守的。他的柔情不是浪漫，而是多年压抑后自然流出的裂缝。刘宇宁的表达方式很特别，不是浮夸的霸总式情绪，而是通过呼吸、停顿、眼神里的压迫感与微喘来呈现。特别是夜里惊醒的那段，他没有台词，但脸上的僵硬、手指的颤、呼吸的紊乱，已经足够让观众理解一个人被过去折磨的深度。这不是偶像戏，是人物戏。播出初期，对2位主演的讨论相当激烈，有人欣赏宋祖儿的自然感，也有人质疑她的台词。
有人说刘宇宁进步巨大，也有人盯着他的某些细节不放。然而这些争议非但没有拖垮热度，反而吸引大量围观。到底有多差多好？我自己要看看。于是越来越多不带偏见的中立观众点击观看。而当他们真正看进去后，多半会说，原来争议并没说到点子上，这部剧好看的地方压根不在那。这就是典型的黑红效应。当大多数古偶因赶拍节奏与审美统一选择配音时，这部剧坚持原声，属于敢于裸奔的决定。原声一旦处理不好，瑕疵会被无限放大。但如果成功，它带来的真实感是配音无法替代的。事实证明，他们赌赢了。吵架时的气息不稳，压抑哭泣时的喉音发紧，语气里的犹豫，呼吸突然加重的瞬间。这些都让观众分辨出这是一个活人，不是被后期修饰到平滑统一的剧中角色。真实才最有感染力。服化道团队在细节上做了极大功夫。小乔的包衣脖带宽袖超过1米宽，行走时像是风带着故事移动。魏少的玄色大氅采用山纹刺绣，灵感来自洛神赋图，走路本身变成一幅流动画卷。妆容极简，重在干净与时代感，而非现代网红风。场景也进行了大量还原。魏府的冷峻，乔家的雅致，每一个空间都在讲述人物的格局、地位与心理。这些细节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为了让观众相信，故事真的发生在那个时代。如今的古偶大多沉迷恋爱脑，主角的行为几乎只为感情服务。但这部作品让2位主角的事业线变得同样强大。他们有权力博弈，有家族责任，有现实困境，有各自的底线与坚持。感情不是主线，而是伴随成长而生的副产品。这非常接近现实。爱情不是生活全部，但它能给人继续走下去的力量。剧中很多情绪让人产生强烈共鸣。小乔在家族与自我之间的犹疑与挣扎，魏少在朝堂强硬，在夜里脆弱的巨大反差。2人的误会不是套路，而是立场不同，信息不对称导致。靠近并非甜蜜，而更像是一种知道很危险但还是愿意试试的人性本能。如果你愿意花时间读完这一篇深度解析，我真的想对你说一句，谢谢你。谢谢你愿意关注真正有内容、有价值、有思考的故事。谢谢你愿意理解创作者们背后的努力、坚持与冒险。谢谢你愿意为好作品停下脚步。如果你愿意，也欢迎你在评论里留下你对剧中角色、剧情，甚至对本文的任何想法。你的每一次留言，每一个关注，都是支持我继续创作、继续深度拆解更多作品的动力。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，期待我们下次内容再见。